慢性炎症可能就藏在你家的油壶里。上一次我们讨论到了高糖饮食带来的慢性炎症，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错误的食用油带来的慢性炎症。我们要了解所有脂类的物质，油脂是脂类的物质，食物里面的脂溶性的营养素，食物里面的脂溶性的维生素，食物里面的胆固醇都是脂性的物质。所有这些脂性的物质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了之后，我们的胃、我们的肠道把它消化了，消化了以后要吸收，它吸收的路径是装在小肠制造的乳糜微粒里面，经过淋巴管直接进到我们身体的血管里面去的，然后呢就直接送到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里去了。脂质进到我们身体的组织和细胞里面去之前是没有任何东西给我们过滤的，它就直接进去了。所以你们要了解脂质的输送路径，导致我们需要加倍重视脂质的健康跟脂质本身的安全我们对它需要有高度的重视。那我们来讲一讲食用油的问题了。最近这几十年，家庭主妇不抽香烟，可是得肺癌的人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食用油是离不开关系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家庭用的食用油都是所谓的精炼植物油。精炼植物油便宜，看起来晶莹剔透的，打开来闻没有任何异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对他们是不会产生戒心的。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我们说精炼的大豆油、精炼的玉米油、精炼的葵花籽油，或者是调和油，调和油就是这些东西调和在一起的。这些油脂有一个特性它们的特点就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比较高。饱和度越高的东西呢，稳定性越高；饱和度越低的东西，稳定性越低比如说我们饮食里面吃的脂肪分成饱和脂肪酸，它最不容易变质的。然后呢，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又分成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相对稳定，因为它的化学结构里面只有一个点位可以受环境影响，所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稳定性相对也不错。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意思是它的化学结构里面有2个以上，2个、3个、4个、5个、6个点位可以受环境影响，所以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稳定性呢，就值得考虑，值得关注。我们平时在家里面用的油，比方说猪油，猪油的结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大概占了 10% 左右，然后呢，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呢，大概占了一半一半。所以猪油对我们来讲，看它的结构，它是一个稳定性相当好的油脂。那么你反过去看精炼过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比较高，从20%几到30%几、40%几、50%几的都有。这种稳定性低的油脂呢，如果说你是在自己家里面，在农村里面用传统的方式去压榨，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温度比较低的环境里面去压榨它的话，不影响它的结构，因为环境单纯，影响它的因素少。可是如果你把它拿到精炼的加工厂里面去精炼，在整个精炼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脱胶，需要经历脱酸，需要经历脱色，需要经历脱臭，高温处理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油脂里面的脂肪酸它有一部分会被热裂解的。然后呢，这种热裂解跟残留的有机物跟微量的污染物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起反应了。所以食用油干不干净，食用油安不安全，作为一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比较不容易判断。所以如果你用了精炼的植物油，你去高温，然后呢反复油炸，反复使用，它的危险性最高。所以如果你喜欢外食，外面卖的油炸食物，你自己想一想就好了，它的油会不会经常帮你更换？你如果看了一盆油里面颜色已经发黑了，这油不能吃了。在家里面的话呢，如果你长年累月的用这些食用油的话，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厨房，我们很喜欢吃爆炒的食物会把油烧到冒烟你爆炒的时候产生大量的油烟、气溶胶，然后呢，这些油烟里面就含有这些多环芳烃，而一级致癌物苯丙芘就在这个多环芳烃里面，是其中一个化学物质，吸进去了以后，进入了肺泡的上皮细胞，产生作用，时间久了以后，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的。这仅仅指的是吸入，吸入其实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容易可控的，你肉眼看得见。但是吃进去的呢，厨房里面用这种油脂做出来的菜，吃到你身体里面去的，你怎么知道呢？你们毫无感觉的，各位。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解释过，所有的脂质，包括做菜用的油脂，是装到乳糜微粒之后，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直接进到我们细胞去的，直接进到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里去的，你毫无感觉。而这种油脂除了容易有苯丙芘的风险，这种油脂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容易氧化，因为它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本身稳定性不好，所以它在高温的环境里面
它容易氧化。实际上，它在精炼的过程，在厨房里面做菜，时时刻刻都可能有局部氧化的风险。我们吃到身体里面以后，你一无所知的，它就被送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了。所以从底层逻辑上来讲，食用油的健康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它带来慢性炎症，我们如何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呢？第一，不要再用精炼的植物油了。那我们厨房里面用什么样的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你要卤啊、煮啊、炖啊，这些不是高温爆炒的话，你选一款动物油，不管你选的动物油来源是什么，猪油也好，牛油也好，你的技巧是不要把这个油烧到冒烟，它是相当理想的，你也不会反复使用。那么如果你的厨房不可避免的你需要爆炒，因为你有那个锅气，你有那个火气，才有那个香味的话，你就要选择第一，饱和度高的油脂，第二，烟点高的油脂。这种油脂呢，在市面上比较少，有2种油脂我可以给你推荐的。第一个是纯度比较高的牛油果油，你们注意了，买牛油果油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买到的牛油果油很有可能是跟别的油勾兑的，你要买纯度高的牛油果油。牛油果油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百分比非常高，所以稳定性很高。然后呢，它物理压榨出来了以后，它油的烟点也高，所以它可以用比较高的温度在厨房里面做爆炒。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油呢，就是头道的茶油，第1道的山茶油，有的人叫它山茶籽油，有的人叫它山茶油，有的人叫它苦茶油。但是我跟你们说，第1道的山茶油不便宜，但是第1道的山茶油呢，第一，营养价值丰富，第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百分比高，第三，烟点非常高。所以这种油呢，就很适合在中国人的厨房里面做高温爆炒。但无论如何，任何的油脂都不适合多次的反复使用。我自己在家里面厨房，如果要炸东西的话，我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猪油，一个选择是头道的茶油。但是呢，我从来都不会同样一锅油反复使用超过2次到3次。这个是技巧，尽管这个油安全，你也不应该多次的重复使用。这是给大家食用油的选择和食用油的使用方面提供一点参考意见。我告诉你，你选对了食用油，你把你家的排油烟机擦干净，整个洗干净之后，你换油。换了油以后，你每天厨房做完菜，你就会发现你的排油烟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排油烟机2个月不洗、3个月不洗，上面就有厚的一层油。换过油脂之后，你就会发现那种厚的那一层油不见了。你的排油烟机用完了以后，用抹布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我告诉你，这2种油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